The clouds are ever shifting, but this heart remains steadfast.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看新英雄赛勒。首先我们看一技能，指定方向挥拳后打出全坡，可以透过移动摇杆调整全坡的位置，但通常只有在对线前期拿来消耗兼逃跑，其他时候运用的功能不太大。二技能先往后再往前跳跃，跳到敌人会减少 CD， 碰到英雄会直接停下来，野怪小兵则不会。所以若是轻兵刷野乱放二技能，要跳在落点上才会 CD 快一点。还有，因为碰到英雄会停下来，逃命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被挡住。大招和被动绑定，左滑变为刺客形态，会减少自身最大血量上限，并增加攻击力。变身期间无敌，并且可以电人3下，掉下来后重置1、2技能 CD， 并开启刺客形态的1、2技能。一技能差不多意思，但伤害变高变远，而且出招期间可以不受出招动作限制，可以边放边移动位置。二技能变成不用先往后了，直接往前冲，并且变为2段，冲到任何敌方单位都可以再冲一次，意味着有小兵跳板的话可以追非常远。叠满血条下方小格子的层数后，解锁2段大招，指定范围疯狂捶地板，期间还可以穿墙。但是变身时间到之后，因为开刺客形态大招而扣的最大血量并不会加回来。然后大招右滑则是变身为坦克形态，会增加自身最大血量，并会先卷一下，期间免疫控制，然后把自身周围的敌人全部吸到自己身上，一样会重置1、2技能 CD， 且获得坦克形态的1、2技能。一技能变成不能位移了，只能站在原地打拳，但是会多造成缓速和短暂的晕眩。二技能则是变为不再被英雄挡住而停下来，而是像卢卡斯大招的一技能一样可以击退敌人，而且到终点时还会击飞敌人，意味着可以破坏阵型，还有超强的开团能力，也可以打断一些击飞才能打断的招式。叠满层数后解锁2段大招，指定范围慢慢捶地板，并且每一下都会有一个短暂的晕眩，期间一样可以穿墙，然后时间到之后增加的血量一样不会扣回去。再来连技，战场技能一律推荐带瞬移，原理就跟泰格瑞尔一样，可以先大再闪，基本是没人能逃过这一手的，也一样可以推出来给队友杀，还能接上一技能控制跟大招的控制，只是坦克形态的层数比较难叠一点，很容易被断招。又因为大招时是有免控效果的，所以也可以先闪再大，不一定要先大再闪。这途径的距离有点太远了，估计一段时间后可能免控会被拔掉吧。刺客形态则是电完后直接2技能跟上接1，快速叠层再接2，跟上敌人就开始锤。期间若是跟不上敌人，也可以接上瞬移，这也是建议战场技能唯一瞬移的原因。或者敌人离我们很近，也可以直接先1技能再2技能，看要怎么打。总之，刺客就是快速叠层，赶快解锁大招，然后无论刺客还是坦克，在空中锤的时候都是免控的。再来选角跟出装，我们怕的是拥有会给上长时间会触发控制的英雄，例如马尔提斯，而且还会免控，然后能够解控又会控人的也很讨厌，例如阿凯、法列尔，还有拥有2招以上可以给上很多控制的，例如泰格瑞尔、阿洛特、巴当，还有路比等等。但是这些都没什么好 ban 的，而且我们的1、2技能很容易就会被断，还在前摇动作还没打出全坡，还没跳出去之前，也都可以被断招，所以我们得自行想办法克服，ban目前版本超标的英雄就可以了。出装的话，我们就堆血量跟减 CD， 只有刺客的大招是没有吃自身血量伤害的加成的，除非敌人太痛才考虑针对性出装，或是后期买复活甲。还有就是，如果拿赛勒去打游走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出统御圣盾。挥技推荐战士挥技，一技能跟刺客形态的2段大招给的吸血系数都还挺高的，加上战士挥技补足对线的缺陷。第一个推荐带活力加血也加伤害，中间鲜红盛宴，最后无畏重击，一样是补足对线时的续航能力。所以如果是拿去打游走位的话，可以换成震荡冲击补伤害。接下来就来看实战了，这场是和最有名的观众茶堂双排的排位赛。
那因为选角读图的时候发现对面全部都是魔法攻击类型的英雄，我们只好调整一下出装，把蛮力胸甲给换掉，以方便我们在游戏中可以偷懒照着点就好了，少了点 CD 是没有关系的，影响不大。那这场我们的对线敌人是树人，是比较好应对的。不过我现在打素材也都会开直播打了，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翻翻直播时的录像，毕竟我先前已经提过非常多次了，我懒得放太长的场子在解说正片当素材，因为那样的话我要讲非常多废话会很累。那因为这场是树人，非常好应对，就是和平发育消耗一下，因为他打我也会回血嘛，他2技能会回血，所以这场就是个和平发育，就是随便消耗一下，把兵线顾好，这边顺便看能不能压树人的经验，那他也是有观念的，并不会害怕掉血，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尽量把我方小兵和敌方小兵的血量都控制的差不多，利用1技能清兵还是很快的，1技能第2段的位移也可以稍微利用一下，像这样把敌人消耗一下。那因为刚才我们的游走位已经看到敌方打野在红区了，现在这边是没有太大的危险，我们跟布莱瑞克抢一下这个经验蟹。这边的话，因为我希望能够在兵线撞击前打掉这只河蟹，所以选择了直接跟树人互抢。可惜我对赛勒的熟悉度还不够，这边抢输了树人。那树人把招放掉，我们有机会消耗就消耗他一下。2技能直接跳他就对了，因为他没什么伤害嘛。这边1技能也是出招后操控移动摇杆位移跟上打上全坡。那现在快2分了，这边就不卡兵线了，直接把小兵清掉。要注意用2技能打小兵，一定要跳在小兵的正上方才会减 CD。这边的话，我是选择先上4级，再看要不要帮忙抢乌龟。因为布拉瑞克过去他也是没有4级的，所以对乌龟的会战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我们的打野是波波鲁，他打乌龟非常快啊，所以因为我们选择了先清小兵，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入侵蓝区。布拉瑞克会因为没4级被卡在下路的兵线。那刚才这一波就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坦克形态的大招是可以先开大招再接瞬移的，顺便保护一下武则天，把亚蒙给秒了。不过我的坦克形态2技能把蓝 buff 给推出来，害到我的队友因为想抢蓝多在这边待了好久的时间。不过其实事后仔细看刚才那边，我的坦克大招转完之后，亚蒙其实已经死了，所以就由此可得知，我卷完之后2技能都是直接放的，因为如果不直接放的话，很容易就被断了。这样直接放的话，也可以确保我2技能一定推得到人。先看这边强生开车过来，我们直接刺客大招，这时候是不可选中的状态，可以很好的去应对一些突袭。然后这边2技能有打到人的话，他会立刻刷新。那我刚才是本来想1技能叠个城，看有没有办法解锁2段大招，但就如我前面技能介绍说的一样，很容易被断。那这算是一种尝试型的进攻，刺客形态的2技能一定要打到任何敌方单位，我们这样出去之后才有办法撤退。只是撤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敌方英雄挡住了。那这边没什么事，我们再继续回到刚才我说坦克大招的话题。刚才我是说我坦克形态的大招都是放了之后直接就接出我的2技能，因为坦克形态的大招它卷完之后，其实敌人立刻就可以移动了，所以只要但凡有任何一点点迟疑，我们卷完之后就推不到人了。而且变成坦克形态之后，我们推也是会先往后再往前，所以比起泰格瑞尔，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站位，直接推就可以了。哇，刚才那边有点可惜啊，没有救到波波鲁，而且铁罐压根没有想来打会战。不过他们也因为追我，然后被我的队友给收掉了。而且刚才武则天的那个被动用的真的是绝妙啊！然后要注意，就是我们开启2段大招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布拉瑞克是有放大招的，我们那时候是免控的状态。不过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大铁罐完全把他自己当成是剑锋在玩啊，但这边事后想想，我应该直接放弃下路兵线去打乌龟团战才对。不过这也没办法嘛，习惯性都会先往自己的兵线走。那这边铁罐被抓，我先过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支援，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卖掉了，因为我的队友们都还没有到，我就算上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布拉瑞克也回到下路，我本来想去中路抓看看，但是我还是想一想啊，还是先回到下路把兵线给清了，因为卡蒂塔跟强森都是超难抓的，亚蒙现在也才露头，所以我们还是把兵线给先清了，再看是不是要来支援。不过莱斯利被打回家了，强森也回家开车，所以我们这边把经验蟹看能不能抢到。好，这次我们用2技能来抢，这次我们终于抢赢这个树人了。哇，不过这边我们的武则天被抓，他是拿强森跟卡蒂塔没什么辙的，因为强森他在开车的时候是免控状态的，武则天的被动会变得非常尴尬，强森开车过去会先触发武则天的被动，变成的被动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卡蒂塔也是啊，他的那个一技能水波跟大招都是免控的，所以这边就是因为武则天被抓，我们必须要等他复活。这边又看到铁罐想要去入侵蓝区，我本来是想过去的，不过我们树人在清兵线，那我还是选择先回来把兵线给收了，再过去帮忙。而且又看到强森开车，我这边直接闪个灯号，不理队友了，直接放生。结果这边不是铁罐跟波波鲁被抓啊，是我们的武则天刚从温泉走出来，直接再被撞回温泉啊。哎，这波会战又没得打了，再等一下队友复活吧。再跟这个布拉瑞克抢一下这个经验蟹，这次一样等血线差不多，我们再用2技能加1技能来抢。好，没有问题。哇，我们的大铁罐把自己当成剑锋来玩，玩的有声有色的。对了，像这个布拉瑞克，他因为1技能它是有延迟性的嘛，我们的1技能2段就可以很好的离开他的范围。那这边强森跟卡蒂塔又故技重施啊，我是已经提早就看到他已经在中路过来了，想要来撞我。这时候直接开刺客大招闪掉就对了，千万不要以为2技能位移可以闪，因为它是要先往后一下再往前跳的，而且先往后的时候被控制到的话，后续的动作也会直接没了。况且2技能碰到英雄是会被挡住的，这个情况在坦克大招的时候也一样，所以坦克大招的时候我都是开完就直接接上2技能的，才容易打得出去，也比较不会卡弹。那现在我们来支援乌龟会战，这边我没有去前面打团，而是到后方抓后排了，所以这边我们开刺客大招，先把嫦娥给秒了。不过打强森的时候，因为没有视野，被他给跑了。我接上瞬移跟上，但大招没了。不过一个大招是可以用2次的1、2技能的，所以我们的大招就是看是要抓后排或是单挑的话，我们就开刺客大招；打团或是正面刚，我们就开坦克大招。那现在我发现树人非常不合群，他跑去下路单带了，我们也过去把兵线给带一带。刚才经过中路的时候，也顺便帮武则天把小兵给打一下。不过这边我发现我的队友又打很深啊，其实我现在内心是非常着急的。我最快离开的时间也得是把这波小兵给清完，我才能够离开。不然就会等于直接送2塔了。哇，看到铁罐又脑冲了啊，他被强森撞了。那这边我们是不能去支援的，因为看到布拉瑞克他还在下路，必须先观察一下他有去支援还是没去支援啊。这边看到他没有去支援，我们就跟他一样把小兵先清了，再看要不要去支援打会战。那我们清兵是比他快的。不过这边在我离开要过去的时候，发现队友已经死光了，只好逛个街，因为我看到我们家的小兵又从下路走出来了。武则天也刚回家，还没在中路，这边真的没什么事干，我们就把这只小野怪刷一刷吧。哎呀，这个布拉瑞克竟然想跟我抢啊！可惜我这边已经抓到诀窍了。那这个抢野怪啊，我目前遇到我觉得最难抢的大概就是黑龙雨中了，范围又大，伤害又高，而且我跳过去还会被他叠沉啊，他吸一波我大概就半血就没了。不过我玩到目前为止，我们赛勒只要一4级，没有什么英雄是打不赢、秒不掉的，就是要注意一下杀出去的时候，1技能尽量不要被控到就是了。
真被控到就只好普攻了。哇，这个场面也太混乱了吧！刚才旁边有嫦娥，又因为要正面刚，只好开坦克大招，直接接上2技能，先把嫦娥给秒了。在1技能解锁2段大招，救一下铁罐。对了，坦克大招也可以拿来当回血用，加的血量在变回来一般形态的时候不会扣回去。话说啊，我是很想打团的啊，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这边看到强生回城了，他大概回去开车，那我们去上路勾引一下。不过这个铁罐傻傻的也跑过来啊，我赶快给他闪个强生正在开车，因为我们是有刺客大招，是可以直接闪掉强生的撞的。哎呦，这看到强生了。我这边故意走过来看看他还会不会再撞我，不过强生前面已经吃了2次亏了，他这边直接去撞我的队友了，莱斯利被秒了。但这时候敌人们的位置不太好不过车上不是卡蒂塔，竟然是嫦娥，那这边嫦娥死定了，不用浪费招，我们就不浪费去追嫦娥。这边劲草2技能被挡住了，但看到亚蒙隐匿在旁边，我们直接坦克大招吸3个，接2技能给武则天打。好吧，我的队友们被走后了，而且武则天的 combo 应该要放慢一点点才对，才接得上，不然刚好我2技能推一下变成空大，结果我这边打了个寂寞。但是我们大招回超快的啊，这边双方都少人，我决定再上一波，因为虽然我只剩下1半的血量，可是刺客大招本来就会扣血，等于没差。基本连技先干强生，2段位移再追卡蒂塔解锁大招，虽然可以穿墙，但有点跟不上，没关系，我们就加瞬移把卡蒂塔给收了。那这边就是刺客形态结束变回一般形态，血不会加回来，看起来好像突然扣了血一样，其实是血量上限的问题，并没有扣血，找野怪吸点血先。卡蒂塔还没复活，我大招又好了，这时候可以逼个领主团战。亚蒙傻傻的走过来，那就不要客气了，直接弄他就对了。这边是用坦克大招，因为是打大团，不过我们的大铁罐脑冲了，直接帮我们把敌人全部隔开了，我们就可以慢慢打领主了。但这边我们的莱斯利贪心了，他不去后面乖乖打领主，硬要站在那边，然后就被卡蒂塔给秒杀了啊！这看视野是坦克的事情啊，这射手在那边干什么呢？这也是刚才的团战为什么是用坦克大招的原因。然后虽然我们打了领主，但是看到强生开车了，赶紧给破破路闪个撤退，也顺便清一下下路兵线。那这边我看到强生撞墙了，也看到敌人全部集结到中路，想要在外面清领主。这边我们直接上了没差，2个坦克打我们就跟抓痒一样，不然就会因为我2个队友死掉，领主就白白给嫦娥清掉了。这边转刺客闪招，而且没队友，转坦克也没意思。快速叠层解锁2段大招，让布拉瑞克的大招变成空大，真爽啊！这边吸收点炮火，让领主的血量保持健康。大招也是真回得太快了，对面还不回防高地，那他们完蛋了。这边伤害接满，队友追不上，我们就转刺客吧，收掉强生再追嫦娥，一样是基本连技，但这边防御塔还在，我不敢继续追了，再回来保护领主。要注意在领主旁边可以为领主增加防御力，这个我已经提到非常多次了，所以领主上高地的时候最好要在他附近帮他加防。那这边最后我是有瞬移在手的，当然要给他们来个大闪啦，直接把对面剩下的敌人给卷起来敲出来。可惜的就是这个卷就只有卷而已，还是很容易被逃脱的，被亚蒙给逃走了。我已经接够快了，真可惜啊！刚才要是连亚蒙一起推出来就完美了。那赛勒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啦，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超标，所以要是对面有赛勒，记得要出个有瞬间断招的，因为坦克大招后要推还得先往后跳才推，卷就只有卷而已，被卷完可以立刻放招，就可以在还没被推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给断了。好，那今天的赛勒教学就到这边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是小雨，我们下期再见。